给了我怕光的眼，同赤裸。是凉的，是暖的，我只能仅凭直觉揣测。爱情是如雨，造化我。情丝缠执着。我不为这世间众生如何待我，冲破挣脱，何以变成些善恶？自有片刻碎落，以爱问上日何？我的存在不会因荆棘而予以残破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苍九民就是魔胎。杀了他！澹台界，即使抽去邪骨，即使修行仙道，又有什么意义？天生魔胎，降魔术照杀不入，仙门照样容不得你。无论你做什么，都逃不过这样的命运。九民，醒醒！不要被他们影响。赵有真人，事到如今，你怎么还偏袒你的兄弟？百姓多数是被魔气所伤，绝非四营精灭一方所为。那日如果不是他召唤魔气伤害的百姓，难道是与他同行的李素素吗？叶修，你竟然冒险将邪物封在了自己的体内，这个秘密绝不能让外人知道。素素，九民，师父再问你一次，因魔气伤了城中百姓的，到底是不是你？我不能让他们知道邪骨在素素身上。本就是属于我的厄运，就让我一人来承担好了。是我用的屠神弩。你看，他都亲口承认了，指望这样的人做弟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原本以为今日仙门弟子苍九民救不了他，而且今日要救的也不止他一个。我可以控制住我自己，我以为我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救不了他们，自己选择道路。如果只有魔神可以解救这些星币，素素，对不起，是我高看了我自己，我没能关注自己的天性。对不起。你们杀了我吧！苍九民，还我儿命来！且慢，
胎非常狡猾，他身上还有魔气与邪骨，要先将它们取出，并将其牢牢封印，魔胎才可被诛。否则，魔胎身死，邪骨积聚力量达到巅峰，魔神反而会突然复生。诸位掌门修为深厚，我们可以合力施展驱邪镇压之法，把这屠神弩强行抽出。让我来吧，还是我来吧？此招，我要一同施展。师弟能承受得住吗？魔神之源屠神弩。这是哪里？怎么这么多的魔气？苏苏，快醒醒！我怎么会变回叶希雾了？邪骨吸收了大量魔气，正在与你的无垢灵体对抗，快稳住，不能让它失控。重宇唤醒了我。我没有用屠神弩杀人，我没杀人。是澹台烬的声音。这些魔气似乎能与澹台烬感应。魔气太重了，根本就看不清。我找到你就是魔胎的铁证。澹台烬的身份被发现了，他有危险。我不是魔神。你们错怪他了，不是他做的。不行，我要赶快去向魔峰救他。澹台烬是被冤枉的。重宇，我怎样才能醒过来？现在又要强取尊上的邪骨，动手吧！我今日就是死，也不会让他们夺走尊上的邪骨。
坚持住，唐太监，我不会让你不明不白就死掉的。又有什么人过来了？给了我怕光的眼，同赤裸，是凉的，是暖的，我只能仅凭直觉揣测。刻下从前身披枷锁，孤单封印在命运豢养的琼楼，千万年寂寞。苏苏，无情无爱般的活着，太好了，你安然无恙。苏苏，你这是……李苏苏，你也想包庇这魔胎吗？村长们，苏苏现在还吃色未说，不要这么早妄下断言。李苏苏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各位掌门，苍九灭成不了魔神。哼，李苏苏，苍九民的身份已确认无疑。我念你年幼无知，我可以再讲一遍，他就是魔胎，还私藏屠神弩。即便现在还不是，将来也会作为魔神。就连他拜入仙门，洗心革面，也是魔神设计好的。苏苏，村长们说的是真的。我给大家讲另外一个故事吧。苍九民，原名澹台烬，是500年前景国的君王。什么？他的确曾是魔胎，也是魔神选定的邪骨之主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他都不会成为魔神。苏苏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李苏苏，你好大的口气呀！竟敢在我等面前如此妄下定论！诸位今日在此，难道求的不就是一个真相吗？听他一言又如何？哼！因为500年前，不要，我便亲手抽去了他的邪骨。什么？一派胡言！邪骨是你想抽就能抽得去的吗？对呀。为什么要去你？对呀，为什么要去你？没事。各位掌门，苏苏知道空口无凭，不能令大家心悦诚服。听闻赤霄宗有一法器，名为招心玉解，可以抽出一个人所藏的回忆，做不得伪。苏苏恳请借用此法器，鉴别我所言真假。不要，苏苏，不要这么做。这是唯一能将我过往所经之事告诉诸位，让诸位相信的办法。苏苏愿意一试。哼，李苏苏，我看你到底能拿出什么说辞来？不要，苏苏，不要。苏苏，来不及了，你必须马上回去。万年前，咒神曾留下破光阵，由我逍遥宗掌门代代传承。我会将你送回500年前的圣国。回去，
才是唯一的转机。记住，无论碰到什么都不要回头，四手三剑就靠你了，明白吗？太监会向天跪，杀！原来果真是这样，原来这就是你一直不愿意告诉我的真相，所以你最怕我死，又最想让我死，所以你渐渐的又要杀我。素素，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却一点都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没有上级要害，我暂时不会死的。来接越来越近，如今我拿走你的血骨，还你一条线索，你不会成为魔神。怎么回事？招新御简里，我好像也看到你们了。我借雷劫之力，回去了他的血骨，他不会再成为魔神了。我已斩断魔神必将临世的命运。这个世界平安无恙了。素素，原来一切是这样。你只身一人回到500年前，为我们做过这么多事情。既然我已经抽出了他的血骨，说明魔神所言，并非不可逆转。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，却可以自行决定善恶。澹台烬虽为魔胎，却不可能再成为魔神。如今，那6枚神锭应当还在澹台烬心脏之中，而他体内绝无血骨。诸位若是不信，一探便知。这下，诸位便可以放心了。不管他是澹台烬还是苍九民，他就是魔胎。就算他没了血骨，也难免受魔血蛊惑。今日城门之难，不能再发生了。留着他，终将酿成大祸。身为魔胎，非他之过。纵然他真的生而为魔，也该给他一次机会。无罪而遭难，无险无辜，才是我仙门之耻啊！我儿子死得不明不白呀！你们还为他说情？杀害岑密的是女拔四鹰，苍九民是为了救百姓，阻止二魔杀人，才强行催动屠神弩，他也因此身负重伤了。
苍九明动用魔弩，居然是为了救百姓？难道我们真的冤枉他了？这是真的吗？还好刚刚姿势挺手。苍九明可是魔胎，难道就这样算了？这可是彻底断绝魔神复生、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参掌门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全力击杀女娲四婴和魔修精灭，给令郎一个公道。至于苍九民，生而为魔并非他之所愿，况且危难时刻，他选择保护百姓而身负重伤，那是善是恶不言自明。我们修仙之人，也不可善恶不分。各位，我衡阳宗长泽灵脉可以抵挡魔气，镇压邪祟，就暂时将他软禁在我派，加以禁锢，以观后效。各位，意下如何？这个主意不错呀！有局长的监看，我们也放心啊。没事。相信魔族，就等于自戕啊！岑某言之，诸位姑且待之吧。喂，快干活！难怪上次在景境，邪骨对我们的魔气毫无反应。哼，那个小丫头的话，也就骗一骗那群牛鼻子。无论他们耍什么花样，邪骨是不可能被毁去的。你说尊上的魔胎是怎么选的？忤逆尊上也就罢了，还色令智昏，搞丢了邪骨。你懂什么？尊上自有他的计划。不过这次我们差点就把魔胎弄死了，今后行事还是谨慎一些吧。报！两位大人，找到了！花了500年，终于找到了，找到魔宫了。看，这就是尊上计划的玄妙之处。魔宫是魔神诞生的地方，只要有了魔宫，无论邪骨身处何方，迟早都会回馈。魔胎没了邪骨，便是毫无价值。这下我看二魔还能想到什么办法复活魔神。只是这邪骨下落不明，它能被藏到哪里呢？弟兄，我们有话想问你。是要问我降魔峰之事吧？那天我听说苍九明竟然又召唤出魔气屠神弩，我知道不能再犹豫了。毕竟就差最后一把斩天剑，魔神就要复活。我必须说出真相，否则稍有迟疑的话，追悔莫及。那你也该先跟我们商量一下，让我们有所准备。若不是松苏及时赶来，九明差一点就死在这降魔峰上了。我知道此举很冒失，但我被魔神封印的万年来，你们知道我对魔神有多恨吗？每每想到被魔神杀害的初皇，我就恨得五内俱焚。也是这股恨，一直支撑着我走到了现在。我来这里，不只是为了寻找未曾谋面的女儿，也是为了帮助仙门，阻止魔神的重生。如有得罪之处，请多包涵。不过经过降魔峰一事，也算给了九明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。今后我也定不会再为难和针对他。我向你们保证。罢了。我们今日过来，并非是兴师问罪的，而是有一件要事相求。岑掌门，我们已经向网之主讨来了魔气的封印之法。这屠神弩无比凶险，如今由我3人共同封印，谁都无法单独打开此匣。岑掌门，这样你可以放心了吧？事已至此，我说什么都没用了。苍九民是我逍遥宗的弟子，日后又要被囚禁在衡阳宗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我看这个屠神弩还是由岑掌门
带回赤霄宗保管吧。蜜儿，是爹没用啊！如果爹早生进取之意，成为统领仙门之人，就不会让你死得这么不明不白了。可今天，爹已经得到了这魔弩，这魔器威力强大，如果能为我所用，赤霄宗就不会任人欺辱。你放心，爹不会让你白死，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你把头抬起来，你掐我一下试试。一个都不许剩，全给我吃光。原来，从那时起，我见到的人就是你，护着我，对我好，想要我命，又怕我死的人，自始至终都是你。500年的故事，我们一直走到了现在，一次次不顾性命救我于危困。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竟然到今日才知道，苏苏，你怎么这么傻？这次该换我来保护你了。我想借天边那轮降落未落的弦乐，学一支银蝶悬降至风雪，宣布何时一缕谭太姐，忘我的一切，悬一场梦，滴泪交换你。我没事了，你也没事，一切都会好的。邪骨根本不会被回去，而是在你身上，对吗？这里没有别人，只有你我，不要再瞒着我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那天在行经，你替我挡住了四阴精灭的魔气，那种黑色的魔气，那种恐怖的力量，我太熟悉了。我从小背负着它，日日受星火炙烤。如今它在你的身上，苏苏，那东西太危险了，我怕你。你放心，我是无垢灵体，与魔气天人相抗，不会被它污染的。可是，谭太监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会尽力活得长长久久，把它变成一个永远沉睡的谜。长泽山灵力充沛，我们待在这里，邪骨不会苏醒。你呢，先把身子养好，若以后我们遇到什么意外，我们也可以一起面对，好不好？一起。一起。你刻着你着的灵魂，情怀
到今日才知道。不客气。说起来，我还要恭喜你，从此不用再提心吊胆，可以光明正大，真正重新开始。只要你没事，其他人如何，我都无所谓。哪怕是他们永远都不接纳我，也没关系。没关系的，你还有我，至少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。足够了。你好好休息。将爱迫在灰烬之间。个中缘由复杂，恕我不便解释。曾有一位对我有恩的朋友，他就与你这般相像。我一定要弄清楚我到底是谁，萧凛又是谁？小师妹和苍小明在意的是我还是萧凛？到底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？为什么没有记录？宫野姬武，你不能活得不明不白。来躲避心中的魔障吗？公子。
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只是碰巧路过这里。都已经到这儿来了，何必再瞒着我呢？没想到我竟是个乌鸦嘴。公子这么快就遇到了伤心之事，姬武，不能告诉我吗？你叫我什么？姬武啊，你不是告诉过我，你叫宫野姬武吗？对，我是宫野姬武，我是我自己。姬武，留下来，让我陪着你，你也陪着我好吗？好。姬武，我好想你。这荒渊二魔突然销声匿迹，四周三界也是难得的平静。只要再寻得斩天剑，就可以彻底断绝那个魔神复生的预言了。屠神弩吸髓印都已经被封印，可这样就真的能确保万无一失了吗？万一……如今三大魔器已经封印了2个，况且魔胎都没了血骨，也入了我仙门，长居于这长泽山中。这是我们这500年来在抗魔大业上最大的成就了。我看网之主，你是瞎操心了吧？魔器威力非同小可，我是怕那个东西再次落入四阴和精灭的手中，为祸人间。魔器虽已被封印，可长泽山毕竟是在明处，敌暗我明，始终不是长久之计呀。我也正在为此事而苦恼。既然地冕兄问道，以你多年潜伏在魔神身边所闻，是否有好的应对之法呢？若是有什么阵法或法器，能比寻常的守护结界更加坚实广阔。守护结界？哎，赵佑，你们逍遥宗不是有个秘宝叫护心林的可在？我派有个阵法，可以借助无穷无尽的神力，把法器炼化放大。用此阵法，再结合你们逍遥宗天地鸿胪之地势，或许弟兄说的结界真的可行。你说的这个护心灵吧，有倒是有哦，但是500年前被掌门送给了当年圣国一个王族外门弟子作为贺礼，后来不知为何又被不虚真人带了回来，上面一直留有几道裂痕，需要修复。我们可以用熔炼之阵试一试，可是应该派谁去呢？让九民去吧。爹爹，护心林与九民渊源颇深。
哥哥，你快看！我明白了，这么久，我一直都想错了。我躲避自己的本性，忌惮生来自有的力量，畏惧我的来处和去处。可这些都不是别的，都是我自己，都可为我心所使。今日拨开浮云，方知我就是我。九民，你是魔胎，是魔神的根苗，但只要你内心诚意，坚信这世间的善，魔神便无法苏醒。4周3界，就能真正的得救。我突破了。对，以前你害怕放纵自己的力量，所以才一直无法突破。如今呢？我不再害怕了。九民啊，善或恶，并不在乎是天还是魔，而在于你心。多谢师父。九民，护山法阵已经完成，护心林又与你颇有渊源，就交于你保管吧。九民啊，有件事情我要问问你，邪骨是不是在苏苏那里？降魔峰那一出，旁人看不出来，难道老屈还看不出来自己女儿的那点小九九吗？只不过他也不愿说穿罢了。如果邪骨无法取出的话，那么苏苏恐怕这一生都要留在天池了。而你，是不是愿意永远陪伴着他，留在这里？师父，邪骨本就在我身上，是苏苏带我受过。即便是此生都要留在衡阳宗，我亦不觉有憾。从今往后，我愿与苏苏一同看护邪骨。好啊，既然你也有此意，就安心留在衡阳宗吧。我这好不容易收了个好徒弟，就这么便宜了你个老东西，稀里糊涂就变成了你们衡阳宗的上门女婿，这回我可亏大了。苏苏师姐，我们就是想问，我那个时候活下来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哎，师姐，那我活下来了吗？你好像是出门巡护，被妖怪吃掉了。啊，被妖怪吃了？谢谢师姐。哎，那我呢？哎，他完了，别问了，走。师姐再见，师姐再见。快走。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没什么要紧的，闲聊而已。在聊魔神。他们怕的是魔神，不是你。我知道，不过只有真正除掉魔神，才可以让他们觉得安心。也只有这样，
我才可以真正和你好好的走下去。我会和你一起努力的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放宽心，玉灵仙子黎苏苏和逍遥宗弟子苍九民，以后有大把的时间去解决这些问题。我们来日方长。好。走吧，陪我去天池边散散心。好。原来爹爹他们早就知道邪蛊在我身上。所以说，用这天池神力为我抵挡魔气是假，为你抵挡魔气才是真。谭台烬，其实你现在想跑还来得及。跑去哪儿啊？天地这么大，去哪儿都行。一辈子被困在长泽山，错过那么多风景，多亏啊！还记得你教我这个吗？剑生符。方寸海纳，异动神随。苏苏，即便是一直待在衡阳宗，我也会陪你一起看尽这世间的山川流岚。日暮清晨，任何风景都比不过能生生世世和你在一起。这话还真不像是谭台烬说的，倒像是赵幽伯伯教出来的小弟子苍九民。说起来，我可是找了你500年，这500年的每一天，我都在想，如果上天怜悯我，让我与你重逢，我可以做些什么让你开心？所以，我是谭台烬，我也是苍九民。凡是能让你开心的一切，我都会做。谭台烬，你在逍遥宗都学了些什么呀？很多。话是你说出来的，你可别后悔啊！不后悔。若我谭台烬有违此言，天地共诛，生魂俱灭。不准你说这样的话。好。心有所想，日久月深，用星河作证，月亮作文，想要入梦来探你眼中春。我们虔诚旋动齿轮，一生只为见一个人。从一剑之争到风月缠身，用心事临摹你掌纹。我们虔诚口动心门，一生只愿见一个人。唯愿到心日子，不一旦且相称。心间分别，问能不能知道是好是真？知道是好是。做什么呀？我给你打了个印记啊，我可是用了独门法术的，你想消也消不掉，让你想后悔也后悔不成。我这印记是凤羽形状的，可好看了。
我看看效果。哎，苏苏，都是旧伤，早就好了。既然消不掉，那我们就盖住它。你放心，只要是你的东西，我永远都不离身。什么？你不修无情道了？爹爹，不是女儿不愿休息，只是女儿无法忘情，恐怕此生都练不成无情道，无缘飞升，要让爹爹失望了。起来吧。苏苏啊，已经决定就是苍小明了。爹爹，可以吗？傻孩子，你问我做什么？九明是不是个好孩子，你比任何人都更清楚。况且他能够炼化护心灵，这足以证明他的内心至善至纯，是个值得托付之人。爹爹。至于你能不能修成大道，无论你选什么，只要你平安欢喜，爹爹都替你高兴。就算万一选错了，也不怕。只要你回头，爹爹永远都在你身边等着你，接住你。爹爹，谢谢你。啊，还有啊，不要担心，邪骨的事情，爹爹一定会帮你想办法。苏苏，邪骨真的在你这里？你为何不告诉父亲？你知道有多少人觊觎那邪骨的力量？是苍九明让你瞒着我们的吧？他定是想将那邪骨拿回，才会盘桓在你身边。不是的，其实苍九明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是我觉得邪骨会带来无妄之灾，因此不敢告诉别人。你万万不该如此掉以轻心。邪骨的威力你还不明白，你虽是无垢灵体，不会被一般魔气所侵染，但那可是邪骨啊！当年天柱都没有将其封牢，岂是你这灵体能轻易封住的？我当时没得选，我用仙髓换出他的邪骨后，才发现那邪骨根本无法消灭，只得以身体将它封印起来。又是魔印咒。念白羽，今日找你过来，是有个任务要交给你去办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如今世人皆知，邪骨已经不在他身上了，他对你们而言，已经没有价值了才对。这就轮不到你来操心了。你只要把魔胎给我带回来，其余的事情我们自有办法。可是，念白羽，你不要忘了，你为何会在这里？你若不想让他们死，便乖乖听话。我明白了。
精灭想要抓魔胎回去，难道他们也知道邪骨的下落了？看来我必须要抓紧时间，赶快行动了。苏苏啊，我和你父亲商量了一天，决定联手，在后天的子时为你布阵行阴阳法咒，去除邪骨之险，这样我们也好放心。爹爹，我知道你们为了我的事情都争了1天1夜了，辛苦爹爹和父亲了。还有昭幽伯伯，为了提亲的事忙得见不到人。如今3界大定，仙门之中哪里还有比你和九明的大婚更重要的事了？我和你父亲开心还来不及呢，你啊，就不要多想了。啊，说到这儿啊，我们倒是得谢谢你父亲，我们都错怪他了。原来降魔峰之后，他一直对错怪九明而心中有愧，只是他言语木讷，没有表现出来而已。听说你和九明即将成亲，非要耗尽自己毕生修为，为你压制住邪骨。说是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你和九明没有后顾之忧的生活在一起。他还说，也算是给九明赔罪了。哎，还有那件东西，也该拿出来了吧？啊。这是一只公鸡石头。啊，是老虎。这是你父亲用荒渊的熔岩亲手为你做的，希望有一天见到你的时候能亲手送给你。嗯，我在荒渊时就天天在寻思，寻常人家都会送一些布老虎给小孩子。可是，在荒渊那个地方，就只有这些破石头，熔岩坚硬，我力量微弱，就只能一日日敲打磨练，终于算是有了个形状。当我真正见到我的小姑娘时，如今也长得这么大了，我对你照顾不周，现在只想尽力多做一些，就当是亡羊补牢了。父亲，我会收好这只小老虎的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爹爹和父亲已经想到压制邪骨的办法，3日后就会布阵施法。你父亲，他如何会知道邪骨在你的身上？我和爹爹说起邪骨的时候，他听到了。何况父亲他又不是外人，他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。没事的，只要邪骨能压制下去，我们此生就能长久相伴了。难道你不想跟我好好成一次亲吗？好，等你出关，我就带着聘礼来接你，咱们再成一次亲。谁说我一定会答应你啦？我告诉你，徐掌门已经答应我了，他可是许了我一直陪在你身边呢，你不能反悔的。那你就不怕这一次成亲，我再给你打上几颗钉子吗？这么说，你答应我了？你这个人啊，你怎么就光听自己想听的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按照我们长泽山的习俗，成亲之前我们是不能见面的，你可要好好的准备一下。如果达不到爹爹他们的要求，他们可是会反悔的。好吧，我等你。我会带足聘礼，在你出关之时来接你。该你下了。
哎，我说你这个老东西啊，到底是出了何事了？这棋也不下了，酒也不喝了，整个人的魂都飞到天外边去了。哎，今天要跟你说的可是大事啊！先喝口茶。你看上次说的那件事，是不是？哎，给个面子嘛，啊？你那个宝贝徒弟啊，以后入了我衡阳宗的门，你可会舍不得呀？老瘸啊，谢谢你，保下9年。他虽是魔胎，可那日炼化护心灵时，却隐约一现神像，足可以证明他道心稳固。假以时日，守护苍生之责，他必能担起啊！提起你徒弟，倒是正经起来了。那是，那就有劳曲掌门了。咱们3日后见。虽说婚事繁忙，玉灵仙子可还记得日日要去湖心打坐？那苍师弟呢？除了日日来我衡阳宗偷看玉灵仙子，可有用功修习呢？小师叔，你说吧。小师叔，发现没有？最近总有奇奇怪怪的人在附近。苍九年，再等等，过了明日，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明日早晚课都取消了，掌门说要闭关1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要闭关啊？听说小师叔也在闭关，还有网之主也是啊。你们说，宗门内是不是要出什么大事了？嘘，魔胎都被废了，还能出什么大事啊？我看啊，8成不是坏事儿，是喜事儿。对，不过咱们的玉灵仙子啊，便宜了苍九迷那小子了。他可是魔神，年纪有个100千万年的，也不知道掌门怎么想的。嘘，小声点，那个魔修念白羽就住在这附近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妖王、魔修、魔神，咱们长泽山凑了个全套。好了，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苏苏，待会儿你会无感尽失，不过你不要怕，你只要相信我们就好。辛苦父亲和爹爹了。傻孩子，跟爹爹还客气什么？明日你赵幽伯伯就要带着聘礼来替九明提亲了，到时候我们双喜临门。开始吧。姐姐，发什么愣呢？看你很开心的样子，是有什么喜事吗？我们已找到魔宫入口，只要从衡阳宗找来遗物，尊上很快就能复活了，成败在此一举了。子音，我醒来后这些日子有了许多感触，无论神魔人妖，寿数都不过须臾，所以最重要的是成全自己。想要什么就去得到什么。你为了魔神倾尽至此，你自己想要什么，你思量过吗？姐姐，只要是尊上想要的，便是我想要的。妹妹，你不要再傻了。你为魔神付出至此，
那魔神又为你做了什么？尊上不必为我付出什么，我做这些都是心甘情愿的。姐姐，我先走了。若是一切顺利的话，再见面时，自当是在魔神的面前。苏苏，苏苏，此时一道阵法已经结束，苏苏怎么还没有醒过来？他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能有什么问题？你看，邪骨不是要出来了吗？这怎么回事？不对，为何会这样？怎么回事？这阵法不是要压制邪骨的反噬吗？战前诀，你看人的眼力，如果能像看法器一样精准，那就好了。没错，这正是斩天剑，第3把魔器。万年前，我就是用它刺伤了魔神，才会被他封印在荒渊之中。人人都以为斩天剑和其他魔器一样散逸了，其实它一直在我身上。是我看走了眼，没想到你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邪骨。徐掌门，其实我非常敬佩你这样的正人君。当初我和初皇相识后，我是真的要做一个深情不负的好情郎，可惜魔神的力量实在是太让人着魔了。为了有朝一日攫取那个力量，我只能背叛初皇，投靠魔神。直到遇见这孩子，我和苏苏相认之后，我也想全心全意地弥补他，做一个好父亲。然而命运弄人，要坏就怪这孩子竟然与这邪骨这般有缘。不要啊！不要伤害苏苏！不要，苏苏！不要！她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怎么会忍心害死她呢？我取出邪骨之后，她只需撑过伤势，便可一世平安。你是她的养父，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把她抚养长大，如今你可以安心的去。苏苏！就是你让我苦等了万年，魔神的力量，终于轮到我来主宰了。
灵力几乎已经耗尽，又被斩天剑贯穿，何苦要无谓挣扎？你这等贪婪之徒，只知觊觎魔神之力，还和我谈业果报应。今日我就算耗尽修为，身形驱散，也不能让你带走邪骨。愚蠢之徒！只要你平安、快乐，无论你怎么选，爹爹都会为你高兴的。就算万一选错了，也不怕，只要你肯回头，爹爹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，接住你。爹爹，谢谢你。素素，爹爹对不起你。爹爹不能记住你了。师姐，出事了，走。不好，出事了，要尽快带主上离开这里。这是哪里？怎么样，澹台剑？是你说的时机成熟，你便会返回荒原。如今属下已经替尊上寻找到了魔宫入口，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时机了吧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主上，我已经跟掌门请辞，临行前想跟你好好叙叙旧。白羽，你为何突然要走？离家太久了，不放心。不过主上，降魔峰之后，虽有2位掌门力保，但是您的处境却一直不太好。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，跟我一起返回逸月族？白羽，我绝非什么圣贤，平心而论，我也不愿意非义傍身，更不喜欢身家性命经由他人掌握。可是，只要能跟苏苏在一起，这些事情我都可以忍受。主上，我听说您就要与玉林仙子成亲，永生永世都不会离开这里。可逸月族，主上也不关心了吗？母族，说来我命途多舛，凡是与我有关的，都会饱受灾祸。也许远离我，远离风波，才是对母族最好的保护吧。主上，那您可曾怀念做人间君王时右护百印的日子？在您做君王的时候，建国得您庇佑，风调雨顺，万事太平。您就不想重新回到那个位置，保护母族吗？说不上怀不怀念。500年了，许多事情如同梦幻泡影一般。或许，只有这一轮明月是永恒不变的。没想到你那个小跟班还是有些本事的。
真的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你给带回来。10年白羽，为什么？现在不是想这些事的时候。苏苏还在等我，我要想办法尽快逃回去才行。苍九明，你终于还是站在了这里，这种感觉熟悉吗？我从未来过此处，怎么会觉得熟悉？这是魔域之门，是魔神真身的居所。你身怀邪骨而生，怎么会不认识这扇门？你在犹豫什么？哦，你在害怕，你害怕这一切会被证实。他们能把我带到这里，想必已经有了万全之策。强行突破怕是不行了，还是先顺着他，再找机会逃脱。家吗？好大呀！家，那是何物？就像动物的巢穴一样。过去我和墨女以赤水之畔的山洞为家，再后来神域捉了我们回去炼化，我们便没有家了。那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。子英，他果然是魔神，是我们苦苦寻觅的魔神。你在说什么痴话？他若不是魔神，又如何打开这魔域之门上的禁制呢？罢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总之，没有什么苍九明，也没有什么澹台烬，他只能是魔神。
来见吾一面，你会知道所有谜题的答案。现在是吾在问你，吾在问你，你究竟是谁？或是让吾来告诉你，你应当是谁，以及吾的诞生。因为天灾。谢谢你啊，大夫。啊，回去小心点。是要诊治吗？快进来。病痛。我心口一带，星星好，这里不是善堂。原来你没钱，贫穷。看什么看啊？我也没钱了，还学人看大夫。切！哎啊，娘好。饥饿。你这个小偷别打！我打死你！污秽。没注意看你，哪看你？暴力。给我老实点！你不看看我是谁？杀了！微虫。战乱。罪业便是吾的职责。神是这世间的光，而吾便是这世间的阴影。因此，吾无法离开此方世界，在这魔域中独存了不知多久。突然有一天，吾终于想通了一件事：这世间之所以有罪业，正是存在了太多痛苦与欢欣、饥饿与厌足、混乱与秩序，而这些都是相对而生的。自混沌初开便是如此。既然如此，痛苦无法被消灭，为何吾不可反其道而行，让这世间再无清明？众生皆因浑浊而永远沉溺痛苦。
为了创造出无喜无悲的安宁世界，独创出了屠悲道。当这世上再无星浊二气之分，便再无罪恶。待我成功之日，三界就会回到我所诞生的混沌，那么吾也就自由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师叔，你醒了。小月牙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苍九明，他偷走了你的血骨，使你重伤昏迷了。慢点，你有起来吗？小心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小师叔，苍九明，他杀了曲掌门，重伤了网之主，抢走了血骨，现在已不知所踪。待会儿你会无感尽失，不过你不要怕，你只要相信我们就好。辛苦父亲和爹爹了。傻孩子，跟爹爹还客气什么？不可能！小师叔。爹爹，你怎么会？爹爹，爹爹，苏苏，是谭太极。不可能，不会的。
平安欢喜，爹爹都替你高兴。爹爹。小师叔，苍九命，他杀了曲掌门，重伤了网之主，抢走了邪骨，现在已不知所踪。你们打算怎么对谭太监？各大仙门协同追捕，若他负隅顽抗，就地格杀。不要杀他，他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李素素，师父尸骨未寒，你却在这里为凶手求情。他杀了师父，难道不该偿命吗？不是的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大师兄，我最了解谭太监，我恳请你无论如何也要给他一个活着说出事实的机会。够了！事实就摆在眼前，只是你不愿意相信罢了。当日在降魔峰里便是如此，为了包庇谭太监，竟敢当众隐瞒邪骨的下落。若非如此，师父就不会死，衡阳宗也不会因此蒙羞。我以衡阳宗掌门的名义命令你，从今日起，不许踏出房门一步。大师兄。我这印记是凤羽形状的，可好看了。是素素的凤羽印记唤醒了我。主上，你醒了，吃点东西吧。白羽，我问你，你为何要帮他们？主上。我不明白你为何要拒绝成为魔神。过去的你，是那么渴求力量。白羽，我早已不是从前那个人界君王谭台烬了。如今，我是仙门弟子苍九明。那若是为了夷月族呢？这与夷月族有何干系？500年前，你进入幽冥川不久后，夷月族便被司音和金灭找上门。他们说夷月族曾与上古魔神结有诞育魔胎的契约，若不交出魔胎，就是违背契约。只有将你寻回，才能免去灭族的厄运。所以我才被迫为他们效命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让族人恢复自由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才能够救他们，就是你成为魔神。求你了，主上！求求你救救他们！那些人里有我的阿妈，也有曾经为你效力的愿意为兄弟。求求你了，主上！求求你救救我们的族人，成为他们想要的魔神！求求你了，主上！
我知道你很想尽快把族人救出来，但如果我答应了他们，魔神复生，那四周三界的生灵呢？以月族的性命固然重要，可这四周三界无数生灵的性命也是一样重要。还真是大义凛然啊！苍九明，你可真厉害！谁能想到，最不希望魔神复生的，竟然是他的魔胎。你们答应过我，不会伤害主上。你着急什么呀？你看看你主人那样，哪里像是在担心自己的性命？倒是你，别救不了任何人，还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。滚出去！我呢，要与我们的魔神大人好好聊聊。紫英，你就不怕我真成了魔神，第一个先杀了你来骂？只要尊上能复生，四英的性命又算得了什么？把你的手拿开！苍九明，你这副皮肉乃是魔神的躯解，我可舍不得随意损毁。时隔万年，终于有看到这张脸了。今天心情好，给你讲个故事。你见过这把黄虹伞？它不是气灵，而是我的姐姐。姐姐？她叫墨女，我叫四英，我们生于赤水之畔，相依为命，无忧无虑地过着快乐的日子。慢点儿。直到有一日，神域的战神天昊将我们带走，他将姐姐投入火阳鼎炼化。后来是尊上杀了天昊，就是会带来旱灾。你所要的，终究是一个幻象罢了。以己之矛攻己之盾，你都活了1万年，
却还如此糊涂，真是可怜。你给我闭嘴！若不是你对尊上还有用处，我现在就想拔了你的舌头。你要杀了我吗？我怎么会失主呢？你可是我们等了10000年的魔丹，不如让我好好伺候，你就认命吧。我知道你不会轻易放下重回仙门的念头，不如我给你看点好东西。刚刚在主上你沉睡的时候，属下们也没闲着，金灭已经将您开启魔宫、回归魔域的喜讯传了过去。他怎么了？我带魔神左右护法来此送上贺礼。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装神弄鬼呀！多谢衡阳宗替我们保下了魔胎一命。如今苍九民已回归荒渊，魔宫已经重启，魔神复生，指日可待。主使真的要离世，原来苍九民真的心怀不轨。我的离世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啊？繁星时，抬眸间，忽然月上缺。红尘时，花三千，大雪里。